你刚刚找好久哦。非常难过。这一集我们离开伦敦，租好车前往其他几个城市喽，像是英国南端的七姐妹断崖、港口城市布莱顿，接着往西边开，来到温彻斯特必去的巨石阵、巴斯、牛津、科兹沃小镇群以及伯明翰，往北走到切斯特，超有特色的利物浦以及曼彻斯特，接着来到约克、剑桥、华纳兄弟哈利波特片场、温莎堡，最后回到伦敦市区，体验一下这次在英国这些城市的各种美食和文化。现在在准备签我们的车子是今天租到没有 Mini Cooper 是奥迪 A1， 然后没错又被推保险了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第三方的叫做 Rental Cover， 我展期间租了2次，要不要找我们赞助一下？好，现在在等我们的 Six 的那一个接待人员把车开过来给我们，让我们尽量不要淋雨走过去。车来了，我们的车来了。他人非常好。Thank you. No problem, guys. Oh, thank you. Enjoy, okay? Okay. 现在上行李中。Okay, let's go. Oh, not this one. 你走错边了啦。Yes. 是不是很习惯 Yep. 英国是右驾。你不要等一下打方向灯打到雨刷。Hey. 好，现在准备要出发前往 Brighton 旁边的一个小镇，准备前往 Seaford。明天要去七姐妹断崖，今天要先去 Seaford 那边住一下，因为明天就不用开这么久的车，通常那1个半小时是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后2个半小时塞车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在英国，它的限速啊，就跟我们平常看什么60、90不太一样，它会有它自己算法。现在有比较熟悉右驾了，对，稍微比较熟悉一点点的，但是精神还是算是有点小紧绷状态，毕竟是右边，然后道路不熟悉啊。重点是因为英国人啊，他们都很容易，路人都会闯红灯。没错，所以开车要小心一点。异常适应右驾，没错，我现在又是右驾。不过真心觉得，如果没有在日本开过车的话，建议不要直接上英国，最好是日本开过，然后在欧洲其他左驾的地方开过车，2种经验，再上英国开车会比较保险一点，你会比较好上手，否则你会压力很大。尤其英国路还偏小，而英国人个性比较急躁一点，比德国再急躁一点。但还蛮有礼貌的啦，他如果要让的话，他会闪灯或是用手告诉你可以过了。这一天很温馨，因为它这边虽然没有自己的停车场，可是可以路边停车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过去那边其实就是海边了，明天就可以去七姐妹断崖喽。现在在干嘛？嗨，现在买了可颂，还有我的 latte。哎呦，你这个位置不错，对不对？有背光吗？没有。等一下大概吃完这个早餐，然后就要去那个七姐妹断崖了。可是今天天气有一点飘雨，阴天，对比昨天雨小一点了啦，可是还是有一点飘雨。希望等一下是好天气喽。OK， 拜拜 Go。现在 check out， 在欧洲有蛮多饭店都是不需要人管理，你只要把你的钥匙丢到他们 checking out guest keys， 不要犹豫，放进去 ，done finish。现在要去 Seven Sisters， 就我今天天气不是很好。现在找不到我的停车场，不知道往哪个停车场。
哪里？现在在七姐妹断崖的停车场，然后我们现在停车嘛，所以我们需要先购买我们要停的时数，我们预计会走2个小时，所以这个地方，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原始画面呢，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这边会告诉我们停2个小时要付3英镑的钱，然后要输入我们注册车辆的车牌。这边会告诉你要付现金还是要付 card， 那我们就选择 card。好，然后这时候选择3英镑，然后可以按绿色 confirm， 这时候应该就可以靠近使用 Apple Pay 啦。然后速度有点慢，哎，这边红色蜘蛛看起来有毒。哦，别，你要小心，野外有很多奇怪的生物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那些真的有毒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我们的车上挡风玻璃放我们的票卡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停好车之后，然后放在我们挡风玻璃上。这是我们这次租的车，奥迪 A1， 小小一台，但是在英国这种路这么窄的地方，我觉得小小一台，这样。停车场位置有点难找，它在一个很突然转弯的地方，很容易忽略。完全没有写 P 这件事情。对，走吧。现在要去七姐妹断崖 Seven Sisters， 这边真的是非常难找的一个地方，真的。光是在外面找要停车的地方要弯进来啊，找半天。我们刚刚有看到2个 park， 然后它有一个 park 写什么 park floor， 对，感觉有点像要开进人家家里。结果发现不是，然后查翻译它叫做停车场溢出，后来发现哦，就是主停车场都停满了，你就可以停那边。刚刚早上的时候天气还蛮差的，就是有一点下雨，然后还起大雾。我们想说，天哪，又要跟熊本一样起大雾，看不到阿都火山了吗？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被那个海鸥声叫醒。哎，真的哎，不是鸡叫哦，是海鸥叫。真的，海鸥叫你起床，蛮特别的体验。真的。选了一条最近的，它上面写大概30分钟，所以来回应该1个小时。然后我们刚刚停车。停了2个小时，所以应该绰绰有余。才刚刚讲说今天天气变好，走错路就不是绰绰有余了。哦，对，走错路就完了，因为它还有其他路线嘛，有些还要来回3、4个小时。后来想说算了，我们走这一条好了，还要去其他景点，没那么多时间。真的。哎，我觉得英国腔还蛮难的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听诶。Thank you。非常的绅士，然后又觉得好气质。啊，那个重音有时候好像有一些比较后面的地方。我想要听你讲一些 gentleman 一点的英国腔，还是你改名，你不要叫放克了。Okay, my name is Enzo, and I'm a gentleman. I apologize. Enzo 听起来还蛮 gentleman。Okay, lady first. 七姐妹断崖以独特的地质景观闻名，这些断崖是由连续7个峭壁所组成。从陆地一路延伸到大海，经过海浪和风化过程，在数百万年内形成了这些断崖，才有了现在这么壮观的景观咯。终于到了，超远的哎！我们还特意绕过来这边才看得到连峰，不然刚那边到 Tudor Beach 就是真的只有海边哎。可是它比我想象中还要矮耶，我以为原本会很高。来了，我们去 Brighton 喽。他现在在找他的麦克风，突发状况，因为我们现在麦克风不见了。我们现在是靠着讯号源在找。所以现在刚刚怎么了？刚刚这个东西掉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用地毯式搜索，看讯号量，看表头弹跳的状态，以及它连线的讯号的波形。不管了啦。你好冷静哦，你刚刚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刚刚找好久哦。没有难过。找到了，好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离开这里，对这里印象不好，拜。这里应该至少我们找了有30分钟哦，至少找到啦。地毯式搜索，在一堆石头里面找这个。来，我随便拿一颗起来。请问在一堆石头里面找这个好找吗？这里是一个很久，然后全部都石头都长这样子，超级难找，看超久的，超难找。再告诉我们以后要把那个麦克风漆成红色好了。真的，走吧走吧。好，我们去 Brighton。来，现在要前往 Brighton， 右驾还适应吗？非常适应，我觉得前面那台比较不适应，它靠得很左边。你干嘛管别人？你的左右边距离其实感受都会差距蛮大的。
跟日本又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不过说真的，英国路有点小条，没有很好开，然后又很塞。然后我现在要靠哪？非常漂亮的别墅区，要买一户吗？不要，我要住在维多利亚车站。真的，我觉得这边有点太远。快到了，好久而且时间又延后了。车太多了啦，从原本说多少半小时，现在快开快1个小时。本来表定了20几分就到了，现在变40分。肚子饿了吗？对啊。 Your fish and chips。现在在 Brighton 的百货公司里面，然后我们随意进来了一间意大利面餐厅，什么都看起来好吃，所以我们刚刚点了一个 chocolate 4.5英镑，那我的是12.45英镑，然后他的是11.95英镑。这边不知道要不要服务费，因为英国如果不收服务费的话，他可能就会收小费，就看他要怎么收。刚刚去那边点餐，他那边全部的服务生都是学生呢，然后非常的有礼貌。冲回来是因为他问我说我的 table number 是多少，所以我就冲回来看，我们是37号，然后我就冲回去跟他讲。他很不错的是，我后面其实是有个顾客，然后他也准备要点餐，他等我冲回去，他不会因此先趴我的队。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有礼貌。然后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后面那位顾客说哦 sorry， 然后他也是微笑带过了一下。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其实一切都还蛮友善的。骑手哦，今天这比较特别的是千层面，它是像这样，里面很多层，很特别。好吃吗？比较少点到这个。真的哦，是什么味道？番茄的味道。像番茄酱，然后加还有肉燥，就有点混合像波隆纳那样。然后上面是焗烤的 cheese， 每一餐都有 cheese。可不可以发明一道菜叫 fish and cheese？ 我的蒜香虾意大利面来了，我每周吃的，今天中午有一点 potato 了。你那看起来不错哎。我也觉得，我的是应该算是番茄偏虾意大利面，我以为是清炒的，结果它来不是有一点番茄味。不会啊，这应该是比较算是清炒番茄系的。口感怎么样？好吃，还蛮香味，蒜味很重，海鲜味很重。有蒜味。番茄味没有，不会盖过海鲜味，还不错吃。我们的巧克力奶昔和现榨柳橙汁来了。现榨的柳橙汁，哦，很爽，蛮爽的。因为在这边很容易便秘。北向在20世纪初，许多商店和工厂开始倒闭，后来20世纪中期开始转变形态，一些艺术家和文化活动开始进驻这个地区。现在的北向已经是布莱顿的文化心脏区，拥有各种独立商店、咖啡馆、手工艺品店等等。来到布莱顿的话，不妨在这里逛一逛哦。请问我们现在要往哪里走？现在要往英皇阁，我们在布莱顿的英皇阁，在那边。我在那边吗？对，它的历史呢非常特别，它是由英皇乔治4世的时候所建的，讲起来非常怪，英王乔治4世，很难念。是不是不好念？对，不好念。然后他就是对于他受到中国跟印度的启发，所以他在建设这个皇宫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点上面有一点尖尖的，就代表他对于一些东方的想象，所以会有一些东方元素。哦，不错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准备去走进去看一下。Go！ 再念一次那个名字叫什么？英王乔治4世。OK，Go！ 拜。就算那个 Brighton 这边蛮有名的一个景点。哇哦！还蛮酷的，那种阿拉伯风，上面是这种圆圆的尖尖顶，跟歌德跟那个巴洛克是完全不一样。真的好特别的地方。18世纪初期，英国国王乔治4世造访布莱顿，并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皇家别墅，就是现在的英皇阁，结合了中国和印度的设计元素，成为现在布莱顿必到的景点之一喽。在哪里 Brighton 的码头那边 ，Brighton。布莱顿 （Brighton） 一开始是一个小渔村，19世纪时，
布莱顿码头成为娱乐中心，拥有餐厅、商店、游乐设施等等，甚至是英国嬉皮文化的据点之一，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音乐活动哦。这里麦绝对不能掉，这下去就绝对没救了。那已经不是在海边捡石头了，这要到海里面捡。我以为这边是餐厅，就它码头走到最底部是游乐园。可是应该有一些卖甜甜圈的啦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卖点心，外面有卖 fish and chips。哦，你手上那一箱是什么？这一箱是我们买的墙壁上的挂饰，这个时候到时候来开箱给大家看。到时候开箱我们家好了。对，开箱家里的时候知道了。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，还有云霄飞车、碰碰居、鬼屋、碰碰居。下一集我们要去拥有半木结构建筑的小镇温彻斯特，和超有名的必去景点巨石阵，以及拥有罗马浴场的巴斯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 ，Cheers！